注意看，阿萨160公里的时速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一阵摩擦之后，成功让老哥改变方向，而同时失控的还有阿萨自己，在360度的旋转之后，衔接一个720度的空翻，直接化身为旋风冲锋龙卷风，好一招伤敌1000，自损8万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场精彩的对决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萨马修·福尔曼接到了总台的调度，隔壁俄克拉荷马州的阿萨正在追捕一辆 U-Haul 的厢式货车。老哥用这辆宁愿购的车已经和阿萨拉扯了半个小时，此刻已经跨过边境线进入了阿肯色州。由于两州之间有着执法互助协议，所以这次追捕由两方阿萨共同进行。你俄克拉荷马州管不了的，我阿肯色州来管，这养我周围的大好时机。阿萨一脚油门上去就准备给老哥一个歼灭离，可前方的半挂离得太近，只能先放老哥一马。尽管没能一次成功，但阿萨果断的操作还是叫老哥心有余悸，甚至有些后悔不该进入阿肯色州。在感受过 ASP 的强度之后，老哥的车速明显变得更快，走位也是越来越小心，不敢露出半点破绽，生怕阿萨随时会动手。如此小心翼翼的防守，让阿萨多次想要寻找机会都没能成功，一时间局面就这样僵持了下来。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没有想到居然是位6星大佬，看来这老哥带着一队阿萨能从俄克拉荷马州一路跑到阿肯色州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而随着老哥越来越深入，就有越来越多的 NPC 挡路，阿萨想要贴贴就愈发有难度。本想向隔壁的同行展示一波技术，结果和他们一样，就这样被僵持住。不过从老哥所驾驶的车型来看，阿萨的道奇充电器在动力上明显更加占优，再次找到机会那是迟早的事儿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 GMC 的萨瓦纳，别看外观看上去像是一辆面包车，但它最高可搭载 6.6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01，峰值扭矩629牛米。除了动力充沛以外，车内的空间和载重也是相当可观，所以成为了搬家公司的不二之选。要不说 ASP 是真猛，管他车多车少，有机会贴了再说。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，这本是一件正常的事儿。但阿萨身后可是有多双同行的眼睛盯着，刚才还放出豪言说这老哥在阿肯色州坚持不了多久，现在多次贴贴没能成功不说，甚至连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。为了尽快结束战斗，阿萨安排了自己的队友在前方进行协助，看看能否打破现在的僵局。透过缝隙已经能够看见前方队友的氛围灯，这突然杀出来的支援让老哥被迫放慢了车速。阿萨想都没想，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但这一下如同隔靴搔痒。看看队友的正面进攻，面对气势汹汹的老哥，阿萨最终还是选择了刹车。不过这突然的袭击让身后的阿萨找到了机会，本就想快点结束的他，直接将老哥顶进了一片空地。看见了机会的队友们一拥而上，看来是都想分一杯羹，整个基西北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。此刻在这片空地上，10多辆警车和老哥开启了大乱斗，别说是腹背受敌了，这简直是排着队贴贴。而就在这时，阿萨掉头调整方向，却是一个不小心撞到了队友的车上。等他再次起步时，老哥已经去到路上，开启了新的回合。面对10多位阿萨围追堵截，前后左右已经不知道被贴贴了多少下，老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让我们来看一下队友的视角。这位阿萨处在队伍的后方，刚好可以看清这一拥而上的画面。在马修将老哥拖延住之后，其他的队友纷纷上前补刀，这场面之大，丝毫不亚于在佛罗里达暴揍阿萨的老哥。然而在这看似毫无胜算的局面之下，在狼群之中绕了一圈的老哥居然成功突围，也正是在这儿，这位阿萨一不小心就撞到了队友。眼看第2个回合即将打响，阿萨们改变阵型，后军变前军。俄克拉荷马州的阿萨原本在后方，现在反倒变成了主力。看来阿肯色州也不过如此，还是自己动手吧。这第2回合的较量，主角换成了这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阿萨，本来一直跟在队伍的最后方指挥，现在终于成为了第1梯队，苦练一身本领，今天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。不过 ASP 的阿萨贴贴了多次都没能将老哥击溃，这让老哥随时都做好了防备。阿萨才刚靠近，他一个变道就上来封住了走位，这是完全不给阿萨动手的机会。恰逢此刻又是下班的晚高峰，看来只能再忍老哥一会儿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阿萨的战力如何。好，怪不得队友都给他让路。就在此时，前方又一位支援的队友迎面驶来，刚才的正面试探还历历在目，吓得老哥连忙闪到一旁拉开距离。好在这条路上虽然车流不少，但还没到堵得水泄不通的地步，这才让老哥有了拉扯的余地。一个色盲模式再次拉开距离，阿萨追得如此吃力，看来还需要一个得力的装备。了解肩颈按摩仪至尊版，瞅瞅这高颜值，还有艾灸碳热敷的实力加持。阿萨按着油门一踩，保证状态立马找回来。了解作为热销好评回购榜连冠王，每次推荐完后台都好评塞满，趁年货节活动力度大，需
需要的快快拿下。真没见过比他按得更像人手的。大师模式一开，上边加柔脖颈，下边推按斜方击，精准连招直击穴位，别提有多爽了。而且他的艾灸探热敷祛湿还驱寒，阿萨的肩颈酸胀轻松按开，再往背上一扣，开车追捕，再狡猾的老哥也能轻松按住。妙姐的配置也靠谱，模式随便切，很方便。出警回来还能按按腰腿，直接省了去按摩店的钱。阿萨日常防护工作做好，没有颈椎病的烦恼。趁现在年货节，评论区领券抄底入手，保价松元险，全网按摩类 Top One， 质保售后包靠谱，还有精美礼盒，送礼有面，大家自用送人都别错过。前方 NPC 变少，老哥必须加倍留意后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在密集的车流之中和一位野生玩家匹配时，在前方不仅要寻找最佳的超车线路，还要不断的从后视镜里观察对手的位置和距离，再加上近100公里的时速，就会极其考验瞬间的判断和操作。更别说两人现在的车速已经来到了130公里每小时，在这种情景下，容不得老哥有半点失误。发现老哥速度变慢，阿萨想封住他的走位，但哪怕是辆货车，老哥也非常灵活，凭借着走位成功化解了这一波危机。在有这么多 NPC 的情况下，阿萨居然还不断的在寻找机会，看来确实是拉扯了太久，想早点将老哥截停。机会来了，前方半挂挡路，阿萨立刻从左边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一波操作让对面的 NPC 仿佛看见了太奶在招手，如果不是老哥躲避及时，至少有3位 NPC 要遭殃。可这不在自己的地盘，胆子反而更大。真要是撞上了 NPC， 让阿肯色州的局长去处理是吧？第2个回合开始到现在，也是全程高强度拉扯，在2位阿萨的步步紧逼之下，老哥依旧保持全胜的状态，但眼看前方愈发堵车，老哥顺势一个右转，本来只是想换一条路走，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个匝道口，老哥就这样硬着头皮上了高速。这可有些不太妙，因为这辆车在市区都不是道奇充电器的对手，上了高速之后，一旦车少，那还不是任由阿萨拿捏。而事实也正是如此，这才刚汇入主路，阿萨便立刻开始加速，瞧这个架势，真的是1秒都不想耽误。随着车速来到160公里每小时，前方也没有了 NPC， 机会出现的瞬间，阿萨便已经贴了上去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他的后保险杠卡住了阿萨的防撞梁，顺势也改变了阿萨的方向，借力将他甩了出去。离开了主干道的阿萨被迫使出了旋风冲锋龙卷风，完成360度转体，衔接侧空翻3周半，难度系数高达0.9。然而阿萨的这全力一击干掉的只有自己，如果不是身后还有其他队友，以阿萨此刻的姿态，老哥想不相信都难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接力的队友，老哥将阿萨甩出高速后，强大的惯性让他自己也旋转了540度，趁他病要他命，抓住这个空档，马修立刻上去补刀，其他队友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蹭助攻的大好时机。老哥在倒车，队友在起飞，这一幕真的是连电影都拍不出来。2位来自 ASP 的阿萨轮番发力，却是用力过猛，帮老哥调整好了方向。而这一次他们明显不想像第1回合那样，让老哥再次找到空档开启第3个回合，所以多位阿萨直接开撞，将老哥围得水泄不通，彻底的动弹不得。也只有这般操作才能让一位6星大佬在车上被制服。而阿萨们如此愤怒，更多的原因还是看见了螺旋升天的队友，因为这样的场面已经涉及到了袭警，和暴揍阿萨没什么区别，所以想换车的阿萨们也是争先恐后的直接往上顶，生怕慢一步就要拍大腿。就这样，车里的2位老哥尽管车技了得，在挣扎一番之后，还是被阿萨拿下。经过调查，开车的老哥名叫克里梅西耶，副驾的老哥名叫特伦顿·约翰逊，两人都是21岁。不仅如此，他俩还是舍友，都来自密歇根州，在他俩身上还同样有着来自密歇根州的通缉令。在这辆车上，阿萨发现了2把枪、1把刀以及2个燃烧弹。好家伙，我以为这玩意儿是那款游戏瞎编出来的，可这是真实写照。最终2人被指控袭警、逃离警察、收受赃物、刑事共谋和持有爆炸装置等多样罪名。主驾的老哥被判处10年监禁，缓刑2年，保释金10万美刀；而副驾的老哥被判处了10年缓刑。之所以如此优待，是因为他转做了污点证人，并被要求未来在阿萨有需要的情况下，随时出庭帮忙指证这位开车的老哥。也不知道这是2人商量好的结果，还是遭到了队友的背叛。最后来看一眼躺在沟里的道奇充电器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